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热闹也特别有祝福意义的节日——云南泼水节。你可能听说过，或者在视频里看过，就是好多人互相泼水那个场面，感觉像不像一场大型水仗？嘿嘿，对，场面上看，那确实挺像的。不过要是只看到了水仗这个层面，那可能就有点可惜了。哦，这场看起来就是狮身狂欢的活动背后其实藏了不少有意思的文化密码，还有特别真挚的那种祝福在里面。没错没错，我们手头正好有份资料，就挺深入的讲了泼水节的文化背景。所以今天呢，咱们就一起从这份资料里给你挖一挖，看看这个泼水节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为啥非得是泼水呢？这漫天飞溅的水花里头，又寄托了当地人什么样的心愿和智慧？咱们的目标就是让你听完之后，不光知道热闹，还能感受到这场狂欢背后的文化温度。好啊，那咱们就从它的源头开始说起吧。很多流传特别久的节日它往往都有一两个传奇故事作为起点，对吧？对，泼水节它也不例外。传说故事嘛，往往最能抓住一个文化的核心精神。那关于泼水节流传最广的故事大概是什么样的？给我们讲讲。行，那个流传最广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战胜恶魔的。简单说呢，就是古时候有个挺坏的魔王，祸害老百姓，还抢了7个特别漂亮的姑娘当老婆。7个。对，但是这7个姑娘呢非常勇猛，而且也特别聪明，他们就想法子从魔王嘴里套出来他的致命弱点。哦，什么弱点？弱点就是只能用他自己的头发才能勒死他。用魔王自己的头发？这可真是个挺大胆的想法。是啊，然后他们就瞅准机会了，趁着魔王睡着的时候，7个人齐心协力，就用魔王的头发把他给除掉了。成功了。成功了。但是呢，魔王死了之后他的身体化成了一团火焰，眼看又要造成灾难。哎呀，这还没完没了了。可不是吗？这时候这7位姑娘还有周围的乡亲们，大家就一起挑水泼水最后终于是把这大火给扑灭了。哦，原来最早的泼水是为了这个，是为了灭火救灾。对，可以这么理解。在这个故事里头呢，泼水这个动作，它就象征着用智慧、用勇气去战胜邪恶，而且是通过大家一起努力才化解了危机。所以后来呢，为了庆祝胜利，也为了纪念这7位勇敢又智慧的姑娘，人们就把这一天定为泼水节。泼水的习俗就带上了一种纪念胜利的意味在里面了。这个故事确实一下子就点出来了勇敢和智慧这2个核心。那这个说法是唯一的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传说？还有一个传说呢，可能听起来更朴素一点，也更贴近土地和生活本身。哦，怎么说？就是说在古时候，傣族生活的地区天气比较炎热，有时候还挺干旱的，这就影响庄稼生长嘛。靠天吃饭嘛。对，所以呢，人们就开始互相泼水，模仿下雨那个样子，实际上是在向老天爷祈求风调雨顺，希望多下点雨，让庄稼长得好一点。哦，明白了。所以这个泼水里头又加上了祈福的意思，希望能有个好收成。正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不管是战胜恶魔的故事，还是祈求雨水的故事，他们其实都指向了泼水节的一些核心精神。一个是面对困难时候的勇敢和智慧，另一个就是祈求好运、祈求丰收的祈福。这2个精神底色可以说是贯穿在整个节日活动里的。好，了解了起源和精神底色，那咱们就回到现在的泼水节。大家互相泼水这个动作，它本身现在最主要的寓意是什么？真的像有些人开玩笑说的那样，泼得越狠，祝福越深，恨不得往死里泼才好吗？哈哈，这个说法有点太夸张了。往死里泼肯定不是，它的核心寓意其实特别美好，就是洗去污秽，迎接新生。洗去污秽，迎接新生。对，在傣族和其他一些过这个节的民族文化里水
被看作是非常纯净，甚至有点神圣的象征。你想啊，泼水节正好是他们的戴历新年嘛，对，是新年。所以在新年的第一天，用干净的水互相泼洒，这个动作就好像给灵魂做一次大扫除一样，把过去一年那些不顺心的事儿啊、烦恼啊，甚至病痛啊，都给冲走、洗干净。哦，明白了，就是用这个象征纯净的水，给自己和别人都刷新一下，带来新一年的好运气，是这个意思吧？哎，说的特别到位，就是这个感觉。所以说啊，每一捧泼出去的水，它多代表着一份祝福，希望对方在新的一年里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康康康的，万事如意。所以啊，这泼水看着是挺热闹、挺疯狂的，但背后的讲究其实还真不少呢。哦，是吗？还有讲究，具体说说。我感觉我看视频里大家玩起来都挺放飞自我的呀。放飞自我是没错，但它是有底线的，不是瞎胡闹。首先，那个绝对不能用脏水或者是什么废水去泼人。这个是肯定的。对，这个是大忌。这样做非常不尊重人，也完全违背了纯净祝福的本意。所以必须得用干净的清水，这是第一点。其次呢，就是泼水的方式也讲究要温柔一点。温柔，这跟我印象里头大家拿着水枪滋水，甚至端着水盆猛扣的场面，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啊。哈哈，那些场面可能有，特别是在游客比较多或者年轻人玩的比较疯的时候。但是按照传统来讲呢，泼水更多的是一种传递祝福的方式，它不是恶作剧，更不是攻击。尤其是这点很重要，尤其是对老人、对小孩子，还有比如说孕妇，你泼水的时候一定要轻轻的。可以用手或者用带有绿叶的树枝蘸一点水，轻轻洒在他们身上，表达祝福和敬意就行了。绝对不能拿大盆大桶去冲击人家，核心是传递善意。明白了，这个很重要，这样才能保持住节日的那种温暖的感觉，而不是变成纯粹的打闹或者发泄。没错。还有一个观念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当地人普遍都觉得哈，被泼的水越多，说明你收到的祝福就越多。哦，还有这个说法？对，所以呀，你要是在泼水节期间被人从头到脚淋成了落汤鸡，哎，你千万别不高兴，这说明你人缘好啊，大家都抢着给你送祝福呢。好，这个心态转换可太重要了，被泼得越湿越开心是吧？听起来是种挺特别的体验。确实是，我记得，我自己有一次亲身经历吧，一个小男孩看着也就7、8岁那样子，端着一个挺小的盆儿，跑过来，特别认真的把水轻轻泼在我身上，然后奶声奶气的跟我说：“姐姐，祝你天天开心。”哇，哎，就那一瞬间，你真的不是觉得被捉弄了，或者觉得狼狈什么的，完全没有，就是感觉，被一股特别温暖的东西包围了，那种快乐和祝福特别纯粹。这种来自孩子的真诚的祝福肯定特别打动人。这么听下来，感觉泼水节的魅力确实远远不只是泼水本身呢。那节日期间应该还有其他的活动吧？当然了，肯定有。泼水可以说是，C 位主角，是大家印象最深的。但整个泼水节其实是一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盛宴。除了泼水，还有好几项活动也特别有代表性。他们能从不同的侧面展现出当地的文化和价值观。比如说有哪些？比如有赛龙舟，这个你可能不陌生吧？国内很多地方端午节什么的也有。对，赛龙舟挺常见的。但是在泼水节这个背景下呢，赛龙舟它特别强调的是一种团结奋进的精神。你看那个龙舟上的人，动作得整齐划一，大家劲儿都得往一处使，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冲刺。这不就是集体力量和那种奋斗精神的最好体现吗？确实，看赛龙舟那个场面，感觉就很燃，充满了力量感。对，还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就是跳孔雀舞啊。孔雀舞这个很有名。是的，孔雀呢，在傣族文化里的地位非常非常高，它是吉祥、善良还有美丽的化身。所以啊，跳孔雀舞它不仅仅是为了模仿孔雀那种优美的舞姿，更重要的是，它在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对美的追求，还有对吉祥如意的向往。孔雀舞确实是视觉上的享受，原来背后还有这么深的文化寓意在里面。是的，另外呢，很多地方，尤其是在晚上，
还有放孔明灯的习俗。放孔明灯就是许愿那个吗？对，大家会把自己的心愿写在灯上，然后点燃，一起把它放飞到夜空中去。你想想那个场面，一盏一盏载满了希望的灯火，慢慢地飘向天空，既壮观又有点浪漫。它寄托的就是人们对未来的各种美好的期许吧。赛龙舟代表的团结，孔雀舞象征的美好，放孔明灯寄托的希望，再加上泼水本身的祝福和净化，这么一总和，整个节日的内涵一下子就变得特别丰满了。面镜子，能映照出当地人民的生活态度，还有他们文化里的一些智慧。咱们其实可以从这里面提炼出几个特别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文化核心。愿闻其详，是哪几个核心呢？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的这种智慧。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对，你看泼水节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公历的4月中旬，也就是代理新年那几天。这个时间点它不是随便定的。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有讲究。这个时间呢，正好是当地春耕要开始，但还没完全开始的时候。你想，傣族大多生活在像西双版纳那样的河谷地区，水和气候对他们的农业收成来说，那实在是太重要了。是命脉。对，所以在农忙正式开始之前，通过泼水这样的仪式来祈求雨水充沛、五谷丰登，这本身就是对自然的一种祈愿和敬畏。同时呢，你想4月中旬那个时候，天气已经开始热起来了。确实，南方已经挺热了。是啊，所以泼水它也有很实际的作用，就是消暑降温嘛。你看，这既有精神层面的祈福，又有现实层面的需求满足。把精神寄托和实际生活结合起来了。对，这其实就体现了古人或者说当地人，他们观察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并且根据自然的节律来安排自己生活的一种生存智慧吧。它告诉我们要懂得感恩自然，也要顺应自然。这确实是一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那这是第一个核心。第二个呢？第二个核心，我觉得是那种团结互助、邻里和睦的社区精神。社区精神。对，你再想象一下泼水节那个场面，街上、村子里不分男女老少，不管你认不认识，大家都可以互相泼水，互相送上祝福。而且节日期间呢，家家户户都会做很多好吃的，像什么竹筒饭呐、糯米饭呐、烤鱼啊、酸笋呐等等。听着就流口水了。这些好吃的不光是自己家吃，他们还会特别热情地招待来访的客人。邻里之间呢，也会互相串门送吃的、送祝福。感觉整个社区或者说整个村寨都沉浸在一种特别友好、特别开放的氛围里面。就是这种感觉，这种不分你我、热情好客、互帮互助的氛围，它特别生动地体现了当地人对亲情、友情还有邻里关系的重视。这其实跟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强调的，比如和为贵啊、远亲不如近邻呐，这种精神核心是相通的。只不过泼水节呢，把它用一种更加具象化、更加充满活力的方式给展现出来了。通过这种集体的狂欢和分享，来强化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和社区的凝聚力。正是如此。那么第三个核心呢，我觉得是传承文化、延续根脉的这种自觉意识。传承文化，延续根脉，这个怎么理解呢？你想想看啊，咱们刚才提到的那些活动，像赛龙舟啊、跳孔雀舞啊，还有家里的长辈儿给小孩子讲泼水节由来的那些传说故事啊，这些活动和讲述，它本身不就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传承吗？对，是这样。而且现在还有一个现象挺有意思的，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们可能平时在外地工作或者学习，但是到了泼水节这个重要的日子，很多人都会想方设法的赶回家去，回家过节。对，回家过节，并且会积极的参与到这些传统的活动里面去。这不光是为了凑个那儿呢了，这更像是一种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感的体现。说的太对了，就是这种感觉。这种节日期间的回归和参与啊，它其实在无形当中就把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价值观念给传递下去了。
同时也增强了民族自身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这就确保了他们这个独特的文化根脉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敬畏自然、和睦邻里、传承文化，这几个点提炼的确实非常好，也很有启发。那么，透过所有这些习俗和它背后的文化含义，我们能看到当地的人们他们最根本的心愿或者说期望是什么呢？泼水节最终寄托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向往？要说最核心、最朴素的期望，那肯定就是生活富足、平安健康了。这个很实在。对，你想，对于主要依赖土地生活的人们来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就是最大的福气了。然后，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家里的亲人朋友都能健康康康、快乐乐乐的，没什么病痛灾祸，这就是最实在的幸福，对吧？泼水的祝福，首先就指向这个。这是人类共通的最基本的愿望。是。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泼水节其实还寄托了人们对美好人际关系的一种向往。美好人际关系。对，你想啊，平时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可能因为各种原因会有些疏远，甚至有些小隔阂、小矛盾，但是在泼水节这样一个充满欢乐和善意的互动场景里，大家互相泼水嬉戏，那种隔阂就很容易被打破，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在玩闹中就把一些不愉快给化解了。是这个意思。这种和谐融洽的氛围本身，其实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幸福感来源。所以，泼水节也在表达对这种和睦关系的期盼。在友好的互动中消解潜在的矛盾，增进彼此的感情。是的，而且你看，现在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泼水节早就不只是当地人自己的节日了，每年都很多外地的游客，甚至还有不少外国朋友都会专门跑到云南去，就是为了体验泼水节。对，这确实让泼水节的知名度大大提高了，成了云南旅游的一张名片了。这带来的呢，我觉得不仅仅是热闹和经济上的效益，它更像是一座桥梁。桥梁？对，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它让更多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有机会亲身去感受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了解我们国家文化的这种多元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泼水节在今天它也承载了一种新的期望，那就是让本民族的文化能够走出去，被更多的人看见、了解和欣赏。这么一路聊下来啊，感觉对泼水节的理解确实是深入了很多很多。它真的远远不只是一场看起来简单的泼水狂欢，它更像是一场流动的、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盛宴，里面充满了祝福，也充满了智慧，充满了当地人对生活的那种热爱。感觉每一捧泼出去的水，每一次开怀的欢笑，背后都是有故事、有深意的。确实是这样，它也提醒我们啊，很多我们看起来可能觉得挺简单的民俗活动，它的背后往往都积淀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当然了，咱们在这儿用语言去描述、去讲述，它终究还是隔了一层。如果有机会的话，还是建议大家能亲身去体验一次，那种被祝福包围的快乐，那种纯粹的、充满生命力的文化氛围，亲身感受过，那会是完全不同的一种体验和理解。听你这么一说，确实让人特别心向往之啊。好，那我们这次的探讨啊，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传统节日的多重面向和丰富的层次。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最后也留给你一个问题，可以一起思考一下。像泼水节这样，它既有非常深厚的文化根基，现在又广受大众和游客的欢迎。那么在今天，当它越来越多的和旅游、商业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觉得它应该如何在拥抱这些发展机遇的同时，又能守护好它最核心的文化精神？特别是那种纯粹的祝福本意，怎么能不被过度的商业化所稀释掉呢？这可能不只是泼水节，也是很多传统文化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都需要去面对和仔细平衡的一个课题吧。这确实是一个特别重要，也值得我们持续去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它关乎着一个文化传统如何在当下健康的活着，并且更好的走向未来。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探讨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